前几天观看了滨口龙介的新片《邪恶不存在》，观影以后的感受是复杂的。我既没有特别兴奋或者感动，也没有觉得非常无聊或失望，反而是一种深深的郁闷结在心里，久久不能散去。这部电影讲述了，在日本一处人烟稀少的小山村里，村民们原本过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平静生活，忽然有一天，这种生活被来自大城市的建设项目给打扰。村民们纷纷质疑这个项目的施工运营将会污染村民的饮用水源，破坏原本的生态环境，并威胁到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然而，这个项目公司表面上煞有介事地召开了村民会议，广泛地征求村民们的意见，实际上只是派了一男一女2个底层员工去走走流程而已。项目公司的负责人甚至还表示，项目已经获得相关审批，召开村民会议只不过是给当地的群众一个出气的机会，并不会真的采纳村民的任何意见和建议。项目负责人还要求2名员工贿赂收买其中的一个村民代表，即本片的男主角，一名独自带着小女儿在村里靠打零工生活的中年男人，来缓解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然而，这2位公司员工在与男主角的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深入地了解了村里人淳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后，他们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向村民一方倾斜。然而，这里的村民们却视这2人为闯入者，尤其是男主角更是对他们十分厌恶，觉得他们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村里原本的宁静。就在这2个员工决定长久留在村里的时候，男主角的女儿却因为他的一时疏忽，在森林深处失踪，死在受了惊的野鹿蹄下。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激起了男主角的仇恨，他将男员工杀死在寂静阴暗的丛林里。故事到此处戛然而止。这仍然是一部标准的滨口龙介作品，通篇充满了冷峻肃杀的氛围，剧情含蓄而隐晦，故事在平静之下蕴含着张力。电影中几处设计感明显的镜头，如突然切入的电锯锯断树木的特写镜头，以及丛林中突兀出现的被猎杀的动物尸体，都在向我们暗示，自然森林的原生态环境将会被工业建造破坏，村民之间质朴的人际关系也将被别有目的的外来者突兀地打断。导演当然是在反思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强大破坏力，但他的批判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对建设公司的负责人或者2个员工身上。导演借男主角屋内的几个镜头，隐晦地透露了这个家庭中妻子的缺失，以及他独自带着女儿隐居山林的遭遇。导演向我们暗示了，其实他也曾经是这个村庄的一个突兀的闯入者，他的生活也仍然是建立在破坏自然的基础上的。而从他时常因为工作忘记接女儿放学，以及他面对女儿撒娇时的麻木表现来看，早在这些外来者闯入之前，他的内心世界早已因为与妻子关系的变化而发生了扭曲。滨口龙介用大量镜头向我们展示了静谧的森林、平静的湖泊等自然之美，也通过野鹿与女孩之间的对视来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然而，当父女2人行走在自然的森林中时，我们能看到的却是森林里各种毒性异常、随时能威胁人生命的危险植物，以及被猎人射杀的动物的尸体。这些镜头都在表明，在宁静与美好之下，暗藏着自然的破坏力量与人际关系之下的伤痕。在这部影片中，滨口龙介试图解析日本社会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因为事实上，这个原本隔绝于世的村庄才是日本社会中真正的异类，而更大的、更广泛的整个外部社会早已经过了无数次的商业化、工业化的改造。再加上经过了疫情这一特殊的事件，人们原本基于追逐物质需求的矛盾变得更加激化了，所有人在生计的压力下都不免变得复杂起来。这一点在影片的中间部分，通过一大段男女员工的车内戏得以集中展示。都市中的男女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利用人群中特定的身份来伪装自己的真实内心，而在行驶中的汽车造成的封闭的环境中，2个在都市里打工的男女不得不卸下伪装，直面彼此，说出内心部分的隐秘的想法。
他们的心态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场景在滨口龙介的上一部电影《驾驶我的车》中曾大量的出现过。而这样的一个正在变化中的强大的外部世界，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看似封闭的小小的村庄。村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是外来者的到访扰乱了平静的生活，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没想过的是，其实早在外来者到来之前，他们的到来也已经在改变着这里原本的自然生态和人际关系。同样的，两名员工作为闯入者，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显示出诚意，就会理所应当地被村民所接纳，他们的愿望则同样是一厢情愿的。而电影里村长的一段话则把这种分析进一步扩大化。他说，水往低处流，住在河流上游的人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对河流下游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联系日本的核污水问题，以及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所引起的争议，滨口龙介显然将日本社会也作为了全球整体社会环境下的一个局部加以分析。日本的社会生态环境和整个社会同样有可能影响全球人的生存，也同样会被日本的外部的庞大的世界所影响。在滨口龙介的眼中，后疫情的新时代，日本社会已经因为疫情的影响而产生了变化，人们物质诉求的上升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恶化，而疫情对物质诉求的破坏则使得这种矛盾被二度激化，让人们不得不变得更加极端。邪恶实际上早在人们认知以前，已然存在于似乎理应不存在的生活环境里，而存在的表象化则不是其存在出现的瞬间，而是终于暴露的结果。因此，不管是对于项目公司负责人，还是两名公司员工，亦或是各位村民，以及男主角而言，邪恶不存在，都只是沦为了一个借口，用以掩饰自身对自然的破坏，及对人际关系复杂性的畏惧。因为邪恶的种子早已深深地埋在每一个人心底。滨口龙介特别擅长表现虚实之间的微妙变化，这一点在电影的最后，小女孩之死一场戏中又一次展现出来。而他又总是将自己的电影聚焦于当代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现代人内心深处的难以言说的困境。他的电影是非常具有当代人的特质的。然而，我之所以对这样的电影没有很深的感触，是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局部早已是另一番被改造成面目全非的模样了。在这里，甚至连这种征求意见式的表演都没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掠夺和争抢。我这颗千锤百炼的麻木的心，实在没法对这样细腻的感受产生共鸣。这也许是另一种的悲哀吧。